有人吗？这儿确实没有一个人。这就是国内规模最大、亏得最惨的古镇，里面一共有2523栋四合院，总占地面积高达惊人的1600亩。2017年建成时花了整整50个亿。但时隔8年，这里面却已到处杂草丛生，一片荒凉。2000多栋别墅院门紧闭，尽数空置。这里就是位于湖南常德的桃花源古镇，从当年开业人山人海，到今日满目萧条，沦为空城，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就跟着我的镜头走进桃花源古镇，一探究竟吧。大家好，我在湖南常德的郊外找到了一个无人的小镇，这里呢就是桃花源古镇。在这里呢，有2、3千栋的中式庭院，空无一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跟着我，我带你一探究竟。桃花源古镇原本是要打造一个现实版的世外桃源，它被秦溪和顾渊湖2大天然水系环抱，犹如一座临水孤岛。内部也是亭台水榭，环境清幽。只是环境搭好了，房子也建起来了，人却不知为何都跑光了。从这个门楼可以进到里面去哦。这个门楼挺漂亮的，上面的色彩也很鲜艳，写着陶然坊3个字。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跟陶渊明有关。走，我身后的这个街道很敞亮但是呢，也特别的萧条，没有一个人。这两边的房子像是一个个的小庭院，都是苏式的感觉。看这一家3楼的建筑，然后呢，前面明显有个庭院，庭院里面应该是种了一些树什么的，花花草草。前面那一栋呢，又是另外的一个风格了，飞檐翘角。看这边的一个庭院，这个铁门呢还是非常干净的，但是大门紧闭看紧锁，而且呢这个锁链已经有点锈迹斑斑了。这里面貌似还有一个像门卫一样的地方，当然我看到里面呢有个洗手台呢，上面全是灰尘，显然是好久没有人去用它了。这一家前面还放了个绿色的垃圾桶，但是这个垃圾桶已经破破烂烂的了。大门紧闭，复古的大门呢。我们把镜头好像可以稍微伸进去一点，看，真的完全是那种非常典雅的那种四合院，草比人高了。这一栋房子有点不一样风格。你看，门头特别的高大，8字槽门。有人吗？里面？但是里面也是没有人了。我在这边看到了一个非常豪华的庭院首先它规模非常大，你看，我把镜头伸进去给你们看。哇，里面是亭台楼阁，水池里面竟然还有金鱼在游。我走过来发现这边的每一个庭院它这个结构都是不太一样想必当年呢是每一栋都是设计过的。像这种门面房呢，应该是商铺一样的。有的是已经停业了，有的像这个呢，它里面根本就没有装修过。看这里面的道路是纵横交错因为规模非常大，你到了里面的话，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迷路了。这里面还有一条小河流河水还显得十分的清澈。这边有一座拱桥。河流的2旁呢，垂柳依依。
其实这个地方这样子看的话，它的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就是特别的萧条，没有一点人声，你只能够听到偶尔的鸟叫声，还有树叶飘落的那种声音。当年打造这个古镇的人啊，真是也是非常用心的。就这个小河上面的桥的款式就有很多种。你像这个呢，它是一个平的桥，刚才看到的是拱桥，然后呢，这些桥呢，像这个桥都是仿古的，你看这都是长条的石板，这样子铺起来的。可惜的是啊，小河的河道两旁是杂草丛生。哇，你们看这里面亭台水榭啊，非常的漂亮，看见没有？是九曲桥哎，底下有一个小池塘，水流也是比较清澈的。但是不知道这里多久没有人走了，这个除了我以外，估计没啥人走过了。这么幽静的地方，其实来走走还是不错的。看，很漂亮呀。这里曾经呢也是有商家在这里入住的，七里八里香。但是如今呢也是大门紧闭，空空如也了。曾经的那些创业者，可能是也是在这里血本无归了吧。很可惜啊，里面有营业过的痕迹，但都空掉了。这个也是一个餐厅啊，但我看到这个餐厅呢，虽然大门紧闭，但是里面的东西，餐桌餐椅都还在啊。可惜的是，餐桌餐椅上面呀，全部是铺满了厚厚的灰尘。我试图从后面进入到这一家餐厅，但是你看看这个样子了。原先是月亮门、月洞门，但是呢，月洞门已经被像我人一样高的杂草给堵住了，根本就进不去。看，树已经从围墙上面长出来了，啊，真凄凉呀！幽灵鬼屋，看见没？哇，里面还有道具。魔幻迷宫每人20元，魔幻鬼屋每人20元，套票每人35元。曾经开业过啊，但是呢，如今真的已经成了它的名字这样的一个房子了。这幽灵鬼屋整一栋房子啊，当年应该是同一个老板的。你看，旁边是魔幻迷宫，这边应该是当年最热闹的中心地带啊。但这个中心地带你们看，也是这个样子了。商铺门口全部堆放着杂物，几乎找不到一家在经营的店。看，这里小店的经营品种还是比较丰富的。你们看，汉武、服饰、原野布衣、射飞镖的也有，但是全部都已经停业了。当年这些商铺啊，应该也是投资了挺多的钱进去了，好可惜啊！这是一条时尚酒吧街，这边的标牌还在。演艺厅，我们去看看现在这个酒吧时尚街是什么样子。哦，看，
楼梯都已经生锈成这样了，这个楼梯上不去啊！你搞不好的话，你上去了就要摔下来，朽掉了完全。那显然这里面的店铺啊，显然是不会营业了的。哎，再看那面河对面，原先全部应该是酒吧一条街吧，现在看过去也是大门紧闭，全是灰尘，加上这个垂柳啊，到这个季节已经枯掉了，看上去真的是太萧条了。我们过墙去看一下。这个墙面你们看，真的，所以说我一点不怀疑他当初是投资了50亿，真的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了。桥面全部都是用这样的红石板条石做的，你看中心位置还有荷花雕刻的。哎，但是因为没有人走，看看地上全是落叶。你看，原先你看，真的，原先是这里古镇室内演艺厅演出东北2人转大舞台，如今大门紧锁，红灯笼变成了破灯笼。哎，全部都空掉了，全部都空掉了。我这边有一个好大的广场呀，看广场的中间还有一个巨大的铜炉子一样的东西，干啥的？其实我在几年前呀，曾经来过这个地方。那当初呢是去到桃花源景区，到这里来吃饭，然后找住宿。那当时呢，应该还是非常热闹的，人来人往。没想到如今这里面全变成了这样一副模样，整个广场上就只有我自己。哇，你们看这个巨大的盆盆，它是由4只像麒麟还是狮子一样的瑞兽顶着的啊！哇，这个狮子青面獠牙，应该是麒麟吧？雕刻的很细致哎，你看身上的纹路，爪子挺狰狞的。但是呢，你看这个盆子里面，原先呢，我记得以前就是晚上啊会在这里燃上火把什么的，但是现在已经是盛满了水，里面杂草丛生，中间还有个生了锈的，以前应该是放火炬的那个东西。这个呢是寻梦桃花源的综艺馆，当初呢应该是有里面设综艺表演的。这块还有个售票处，但如今呢，全部都已经废弃了。看这里的话，原先呢，这个应该是就是入场的时候排队用的，但全部都生锈了，些铁栏杆。大门紧闭，朱红色的大门啊，很气派啊。旁边的这些雕饰也是很漂亮，但是空掉了。我又发现了一个超级巨大的广场，看对面有个超级雄伟的门楼，上面写着福波楼。左手面那边呢是城隍庙。哎，你们看这个桥，这个感觉像不像北京故宫的桥呀？挺像的哦。真的，它的创意是不是来自于北京故宫啊？快看城隍庙，整一个仿古建筑啊，修的是相当精致的。售票处看见没有？原先可能这里面有一些民俗风水的一些展示表演，售票处的玻璃窗也烂掉了。看看里面，张望一下呀，售票桌、售票椅还在，里面空空如也，墙皮都已经脱落了，看见没有？然后对面呢，还能够看到透过窗户看到里面，里面是杂草丛生的样子了，同样也是。
前面还有一座宝塔呢，1、2、3、4、5、6，6层宝塔，飞檐翘角，非常漂亮。我们过去看一下。有人看这座塔修得好精巧呀！顾渊湖畔天一塔，在晚霞中美得摄人心魄。可惜湖边游船和码头早已废弃，无人打理了。空荡荡的古镇实在是让人叹息啊！其实，在建成之初，这里也曾热闹过，四合院商铺一房难求，大批的游客专程到这里打卡。那为何繁华转瞬即逝呢？在我看来啊，这里名为桃花源古镇，实际都是一些仿古建筑，和那些年兴起又衰落的许多假古镇一样，没有历史也没有特色，千篇一律，游客根本不买账。而所谓的桃花源也是徒有其名，卖商铺卖四合院，充斥着浓浓的商业化气息，却难觅桃花源的意境。当卖房热潮退去，运营资金断裂，没有持续的客源支撑，商户难以为继，接连关门离场。昔日热闹的亭台水榭，最终只剩满目荒芜。但如果有一天你想安静躺平，这里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呢。这2000多个院子里，说不定会有一个你喜欢的呢。